凤若的大哥说道，再多加100万，一共600万。我和我弟一人分300万，少于这个数，我们都不想干。毕竟做这件事是帮你们解决了难题，你们获得的利比给我们的要多10倍、几十倍都不止，而且是你们非凤情不死，不是我们这样做还有可能会坐牢。人均300万，我们可以考虑帮你们干这件事。凤若的二哥也说道，就是我们穷是穷，但我们的命也是命，想让我们给你们卖命，又不想给钱，那有这么好的事？郑一帆去拿来一瓶好酒，给2兄弟都倒了一杯酒，他自己则喝着果汁，对那2兄弟说道，我们还要开车上班，不能喝酒，就不陪你们喝了。这瓶酒是我珍藏的好酒，外面买很贵的，你们俩自便觉得好喝的话就带回去喝。报酬的是我们答应了，一共给600万，你们兄弟俩人均300万，但你们一定要保密，除非暴露了，否则到死都不能说出来。怎么说都是犯罪的事，我想你们也不想以命偿命或者坐牢的。凤若的大哥喝了2口酒，的确是好酒，他保证地道，那是自然的，我们又不是傻子。今天的事就连我妈我老婆我都不会说。大少爷，既然你们没有意见了，那你们写份协议，咱们签份协议，免得我们办完事后你们不给钱，我们找谁哭去。还有要先给200万的定金，我们才能按照你们的安排行动起来。你们策划的时候最好想办法拖住姓海的那些人，免得他们收到消息赶过来援助凤情，那样咱们的计划可能会失败。郑一帆觉得他说的对，嗯了一声，说到这一点我们会安排好的，尽量拖住海玲他们，要是能让海玲一行人短暂离开江城就更好了。没有海玲等人在江城，就算凤情被害死，没有出现在公司里，也不会有人问起，会以为凤情临时有事出差什么的。凤情回来的时间也就2-3年，没有结交到真正的朋友哦。乔大少爷倒是高看他几眼，但人家乔少爷忙得很，哪有时间关注他。凤氏家族的人对他的认可及态度，早在他们的母亲去世时就破碎了。等到海玲回来，凤情早就被大海里的鱼啃食得一干二净，也无法查到他们的头上。协议就不签了，签协议无疑是留下证据给警方，所以这份协议咱们谁都不要签。郑一帆答应给600万的报酬，但并不想签协议，有着白纸黑字，就等于是留下了证据给警方。现在他们是面对面洽谈的，连微信交流都没有，警方就不好调查他们。就算别墅区大门口的保安看到凤若的2个亲哥哥上了他的车，那又能证明什么？他可以说凤若死后，他的亲妈伤心过度导致身体不好，2个哥哥的经济情况也不好，跑来找他们要点钱接济一下的。凤若的2个哥哥你看我，我看你，想了好一会儿，他们最终同意了不签协议，但要求郑一帆先给他们准备好200万定金，要现金，不要转账，说转账也有记录，容易会被查到，毕竟他们兄弟俩现在很穷，忽然进账200万，傻子都认为他们有鬼。行，我现在就给你定金。郑一帆放下了装着果汁的杯子，人跟着起身，你们慢慢吃，我上楼去拿钱给你们。从母亲走后，他们担心妹妹冷血无情，冻结他们的银行卡，便将每个月领生活费的那张卡里的所有余款全取了出来。他平时很少动那张卡里的钱，主要是看不上，觉得一个月几万、10几万的都不够他买一块上好的表，往往是1-2年才会将里面的钱转到另一张银行卡里，或者取现金，拿着那些现金去泡妞，特别容易泡到美妞。没有多少人能抵挡得住他们一把把的现金往外掏时的豪气。这一次取出来的现金，他记得有好几百万，他全都锁在了保险柜里。以前母亲活着时，他们的花销更大，有时候换辆新车，一买就是几百万的辆车。
都是全款支付，买房子也是那样全款。习惯了大手大脚的郑一帆，几百万对他来说，和普通人的几千块、几万块一样。不过那是以前，现在，郑一帆意识到要开始改掉自己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了，因为再也没有母亲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兜底。他们以后花的每一分钱，要么是老本，要么就是他们辛苦赚来的。由于他们经常赌气请假不上班，不管是凤晴还是海玲都会扣他们的工资。1个月下来，他们的工资被扣得所剩无几，叫他们怎能不恨他们？海玲背后的靠山多，靠山又厉害。这几天，陆家4少爷还待在海玲的身边，他们动不得海玲，那他们就动凤晴。一切不好的源头都是从凤晴回来开始的。凤晴就是他们家的扫把星，不除掉凤晴，他们睡都睡不安稳。凤若的2个哥哥见郑一帆上楼拿钱，心里想着有钱人就是不一样，居然敢在家里放那么多的现金，还是他们提前取回来等着给他们的。他们更倾向前者，又有点后悔要嫁要得少了，要个1000万想来也能要到的。郑一帆可是3兄弟呢，3兄弟都有钱，一人给300多万，还凑不到1000万。只是现在谈妥了，是600万。兄弟俩又怕反悔，索要更多，到最后1分钱都得不到，还因此惹怒这3兄弟，反而丢了他们的小命。目睹过凤若坠楼身亡的大哥，他很清楚郑一帆兄弟几个的心狠。凤家的人就没有一个是好人，全都是吃人不吐骨的恶魔，害死了他们的亲妹妹。凤若不死，他们的小日子想来不会差到哪里去的。都怪凤家人。郑一帆拖着一个行李箱下楼，大家都从餐厅里出来，也吃饱喝足了，200万现金都在箱子里了。你们过来验一下，免得说我少给了你们的定金。郑一帆低沉地招呼凤若的2个哥哥进前，2人喝了2杯酒，酒劲上来，那个兴奋呀，脸都红了。他们快步走过来，郑一帆松开了拉着行李箱的手，让凤若的大哥拉过箱子去，看着对方将箱子放倒，打开了箱子，一箱子都是钱，10万为一捆。兄弟俩兴奋得手都在抖，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现金。想到这一箱子的钱属于他们的了，他们激动地咧嘴笑，一人拿了一捆，凑到嘴边亲吻2下。我最爱这个了啦。当大哥的兴奋地道，越多越好，多多益善。我也是，哥，咱们一人10捆，先用这个箱子装着，我们回家了再偷偷的分了，暂时不要让妈和大嫂他们知道。人多口杂，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其实兄弟俩在家里还有点妻管严，平时他们打零工赚到的钱基本上都上交给老婆，老婆说他们是男人，养家的重担应该他们来挑，知道老婆管钱也是为了这个家，钱都是花到了他们的小家上，花到了女的身上。兄弟俩倒也心甘情愿地将赚到的钱上交大部分，平时身上的零花钱少得可怜，他们就想先将这一大笔的钱存起来，当成他们的私房钱，等到事成之后拿到了余款，再告诉老婆，骗老婆说他们人均就200万，反正他们不敢去找郑一帆对峙，有100万的私房钱，他们的小日子能过得相当的滋润，那是自然的，谁都不要说，就我们5个人知道。凤若的大哥一点都不担心郑一帆兄弟会泄密，他们比自己更害怕被人知道呢。不能全部装一个箱子，我再拿一个箱子给你们，现在你们就分开，大哥的归大哥，老二的归老二，然后我再拿几套我不要的旧衣服塞到箱子里，盖在钱的上面，等会儿我送你们俩出别墅区的时候，由我搬这2个箱子下车，我会说箱子里装了我不要的旧衣服，送给你们穿，再当着别人的面给你们一点钱，让大家都知道也相信你们是来打秋风的。凤若的2个哥哥连连点头，连声夸赞郑一帆想得周到。于是郑一帆又上楼拿了一个行李箱下来，
这个行李箱还真的装满了他不要的衣服，说是旧衣服，其实也没有穿几回。他衣服多了去，还没有离婚时，他老婆每次逛街都会给他买几套新衣服。凤家常用的服装设计师又会在规定的时间里过来给他们量身定做几套衣服，所以他们的衣服多得穿不完，有很多他们穿都没有穿过的就不要了。平时他们都是送给保镖们穿，现在装了一箱子给凤若的2个亲哥哥，他们当场就分好了钱，也分好了衣服，钱都放在底下，上面塞着衣服。郑老二又回到餐厅里，将他们没有吃完的菜全都打包好，开了瓶盖也没有喝完的酒一并打包了，装了好几个袋子，提着那些剩菜出来，将剩菜递给凤若的大哥，说道：既然要掩人耳目，就要有打秋风的样子，这些剩菜你们带回去晚上热着吃也行，不想要离开后可以直接扔进垃圾桶里。酒就不要扔了，是你们哥俩喝的，我们兄弟都没有碰过，而且这瓶酒真的是好酒，在你们乡下地方有钱都买不到这么好的好酒，哪怕有也是假的冒牌货。凤若的大哥接过了郑老二递来的剩菜，还有那瓶没有喝完的酒，那瓶酒是好酒，就算郑老二不给他们带回去，他也要开嘴讨要的了。他长这么大都没有喝过那么好喝的酒。准备好了后可以走了，我们还要回公司上班。郑一帆看了看时间后，对凤若的2个哥哥说道，然后他吩咐自己的2个弟弟拖着2个行李箱出去，他则是和凤若的2个哥哥并肩走着，边走边说道：阿若虽然不是我们的亲妹妹，但在我们家里长大的，在她25岁之前，我们都不知道她不是我们的亲妹妹，一直将她当成亲妹妹疼爱着。阿若走了，我们也很难过，你们是阿若的亲哥哥，知道你们遇到困难了，找上门来请求我们帮帮忙，我们会帮的。只是我们今时不同往日了，收入也不多，没有办法帮你们太多，这2箱子旧衣服你们带回去，自己能穿的就留着穿，不合身的可以转身卖给别人，很多是我们没有穿过的，都是牌子货，就算是二手货，卖给别人也有人要的。他们又不是死人，乡下人不用忌讳，他们想这些衣服多少都能卖点钱的。凤若的哥哥在心里腹诽几句，嘴上却说道：我们也知道你们现在不同往日，没有那么多钱可以借给我们，你们还肯帮我们，我们就很开心了，还给我们这么多衣服带回去卖，太感谢你们了。他们这样说话是故意让郑一帆家里的保姆阿姨听见，以为2个人是来借钱的，知道是凤若的亲哥哥，保姆阿姨们也能理解自家先生愿意帮忙，他们先生以前是很疼爱凤若小姐的，对凤若小姐还有点，后期绝对是超越了兄妹之情。郑老二将那2个行李箱塞上了大哥的车尾箱，凤若的2个哥哥也上了郑一帆的车子，很快3辆车驶出了郑一帆的小别墅，往别墅区大门口驶去。数分钟后，3辆车开出了别墅区，便在别墅区的门口靠边停下来。郑一帆开了车锁，凤若的2个哥哥下车，等他们下车了，郑一帆才下车，从后备箱里搬下了2个行李箱，将2个行李箱推给凤若的2个哥哥。当大哥的手上还提着一大袋的剩菜，郑一帆掏出了钱包，将钱包里所有现金都拿出来，递给了凤若的大哥。郑老二和老三也这样做，分别将他们钱包里所有现金都拿出来。阿若的哥哥，箱子里的衣服是我们不要的了，你们跟我们差不多高大，应该能穿的，这些钱你们也拿回去，以后遇到任何困难过来找我们的话，我们能帮一定帮，帮不了的话就没有办法了。凤若的哥哥故作推辞，一番推辞后，最终收下了那些钱，兄弟俩连声道谢。我帮你们叫辆车送你们回去。郑一帆说着就掏出手机打电话，安排车辆送他们离开。当然不会真正离开江城，他们今晚就要开始行动起来，速战速决，
早点解决掉凤晴，免得夜长梦多。谢谢郑先生，你们已经帮了我们很多。演戏演全套，都演到了现在。凤若的2个哥哥也不在乎再多演一会儿。不久后，还真有一辆黑色的轿车开来，在别墅区的门口停下。司机打开车门下车，走过来，恭敬地向郑一帆兄弟3人问好，送这2位先生回家，他们是凤若小姐的亲哥哥。郑一帆指着凤若的2个哥哥，吩咐着那名司机。好。司机很快就载着凤若的2个哥哥离开了。等到他们离开后，郑一帆兄弟3个各自回到他们的车上，很快也跟着离开。别墅区门口值班保安和新同事八卦地道：“你知道刚才那几个人是谁吗？只有1个是住在这里的，那些都不是。不过有车的那3个是亲兄弟。原来凤家的3位少爷，凤家你知道吧？在江城。封家是与众不同的，他们家是传女不传男，就是当家做主的人是女儿，不是儿子。家产、公司、权力都是留给女儿的。不过只有他们嫡系一脉的女儿才有这个资格继承一切，旁支旁系的女儿就别做梦了。如果家主生有好几个女儿，往往就是长女继承一切。因为长女特别厉害，凤家的风水肯定是立长女的，总是长女最厉害。现任家主也下台了，不是下台，是死了。他心狠手辣呀，通过害死亲姐妹才上位的。他还是长姐带大的呢，可以说是长姐如母的了。害死了他的姐姐和妹妹后，他上位，招了个男人上门，组成了家庭，主要是为了生个女儿好接班。结果连生3个儿子，就是刚才那3个男人。第4胎才生了个女儿，她属于高龄产女。女儿出生后有段时间在昏睡，结果被早有预谋的前管家偷换了孩子。管家的老婆恰好也在医院生女，还和家主同一天生娃。刚出生的孩子都差不多，加上凤家主生完孩子后昏睡，只看了1-2眼新生儿，哪能记得住自己女儿的样子？竟然让管家的阴谋成功了。被互换了人生的真假千金就这样过了25年的日子。眼看管家的亲生女儿就要接管凤氏家族的一切时，竟然被发现了真相，她不是凤家真正的千金小姐。保安的新同事听得津津有味，他说道：“你说凤家的真假千金一事，我听说过的，当时曝出来时，网上铺天盖地都是。现在怎么样了？他们只是普通人，平时压根儿没有机会接触到豪门家族。他只知道真假千金换回了人生，后续他没有再关注，忙着找工作、上班挣钱呢。假千金死了，凤家主也死了。真千金听说要将凤家的一切还给上位家主的后代，目前新家主还没有正式上位。这些豪门大族呀，为了争权夺利，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你是新来不知道，我在这里上班的时间长一点，曾经的凤家大少爷又住在这里，才能听到凤家的最新消息。毕竟是别人家的家事，不会传得满城皆知，只有大事被媒体获知才会传出来。2个保安说什么郑一帆不知道，他认为自己做事做得很完美了，就等着今晚实施计划，干掉凤晴，替凤若和母亲报仇，还有拿回母亲的所有私产，不能让凤晴独吞了。郑一帆是将凤若和母亲的死怪到凤晴身上，认为是凤晴害死了母亲他们。其实就算没有凤晴，商太太也会回来替自己的母亲讨还公道，凤家一样会落得今天的下场。凤月的后代照样无法顺利接管凤氏家族。费老先生还活着呢，他可是商太太母亲的全能助理，当年的事他比商太太等人更清楚。只要他活着，凤月这一支就讨不到好。郑一帆他们那是欺软怕硬，不敢动管城那边的人，只能拿凤晴出气。与管城的那几大家族相比，凤晴的确是最软弱、最好下手的那一个，也是他们最恨凤晴，将所有不好事情都推到凤晴身上。兄弟3人在回公司的路上时，
在办公室的休息室里午休的凤晴，收到了隐藏在暗处的方瑶发来的证据，有视频录音，也有照片。看到方瑶发来的证据后，凤晴自床上坐起来，慢慢的看照片，听录音，总算要开始了。他那个大哥倒是会找帮手，找来的是凤若的2个亲哥哥。那2个哥哥是什么样的人，凤晴比郑一帆他们更清楚。为了钱，的确什么事都敢做，但空有勇而无谋。录音里郑一帆说了2个方法，凤晴决定逼着大哥他们对他用第2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只是制造车祸，郑一帆他们是躲在背后的，那样查起来需要点时间，哪怕他手里有了录音和视频，郑一帆都可以狡辩说他们只是嘴上发泄，说一说而已，并非真的去做。那样就需要调查，要拿到实则的证据，才能让郑一帆无话可说。所以让凤若的2个哥哥以及郑一帆3兄弟都在场的法子，才能将他们一网打尽，也是被抓个正着，判起来就容易得多了。方瑶打来电话，凤晴接了，在他的办公室还是安全的，他不用担心会被人偷听了去。他每天都会检查一下办公室有没有被人偷偷安装了摄像头，像郑一帆家里的摄像头就是被曾经的大少奶奶偷偷装上去的。曾经的大少奶奶怀疑丈夫和凤若有不正当的关系，所以偷偷的装了摄像头，想偷拍偷听，拿到证据，然后找凤若算账的。后来发生了太多的事，大少奶奶都没有用到那些证据，她跟郑一帆离了婚。离婚前后，她都来找过亲小姑子诉苦，说了很多外人不知道的事，包括郑一帆家里有摄像头的事。郑一帆家里的保姆早就被方瑶收买，只要方瑶需要用到他们就会为方瑶办事。那些视频录音就是保姆发给方瑶，方瑶再发给凤晴的。看完了那些证据后，凤晴也不再休息，翻身下床进了洗手间，简单洗刷后，她从洗手间里出来，拿起手机便出了休息室。她先给自己煮了一杯咖啡，端着热气腾腾的咖啡走到办公桌前坐下，悠闲地品着咖啡。咚咚，敲门声响起，进来。随着凤晴的声音落下，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进来的人是郑一帆。看到郑一帆进来，凤晴美眸闪了闪，面上还是若无其事的。她边喝着咖啡，边看着大哥走过来。阿晴。郑一帆脸上堆出一点笑容，叫凤晴也叫得颇为亲昵。凤晴不喝咖啡了，她随手将那杯咖啡放在桌面上，坐正了身子，对大哥说道：大哥，你还是连名带姓一起叫我吧，你叫我阿晴，我听着浑身不自在。还有，不想对着我笑就不要勉强自己了，笑得比哭还难看，影响我心情。郑一帆挤出来的笑容僵住，脸色也变得难看，他干脆不装了，径直在凤晴的对面坐下来。我是不想对你笑，每次看到你我都想抽你几巴掌。郑一帆说的咬牙切齿的，他是真的很想暴揍一顿这个妹妹。凤晴却笑了，她笑道：这才是我认识的大哥。就是吗？大哥恨我恨得牙痒痒的，何必假装兄妹情深呢？就这样挺好的，我习惯了大哥对我的横眉冷眼。郑一帆没好气的道：你但凡有个妹妹的样子，眼里有我们这些哥哥，咱们兄妹也不至于像仇人似的。凤晴，我们是亲兄妹啊，身上流着一样的血，大家总是说骨肉情深，血浓于水，我们是血亲，同父同母的亲兄妹，咋就过成了仇人一般？是你刚回来时，我们对你冷淡了点儿，更偏向着凤若，但是阿若从小在我们身边长大，我们以前也不知道她不是我们的妹妹，对她那是宠爱的不得了，宠了20几年的妹妹，忽然说不是我们的妹妹，你才是我们的妹妹，一下子我们很难接受的。换成是你，想来你也接受不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你也算不错的了。你呢，从来眼里都没有我们这些哥哥，就是爸，你都不放在眼里。
你回到凤家也有几年的时间了，哪怕我们对你不算亲近，但也不算很差吧？你却一直将我们排除在家人之外，不将我们当成家人，是你融不进我们这个家，不是我们排斥你。每次见到凤晴，郑一帆都有一大堆的话想说，总是抱怨凤晴跟他们不亲，与他们不是一条线上。凤晴似笑非笑的，大哥年纪比我大了不少，但也才到中年，记性这么快就衰退了吗？你们背后对我做过什么事，需要我一一翻出来和大哥说道吗？不是我不想融入这个家，是你们一直排斥我，是你们不把我当妹妹看待，在你们心里，凤若才是你们的妹妹，我却是个该死的。我不该回来，不该和凤若换回位置，我就不配成为你们的妹妹。爸对我怎么样，我心里有数。我这个人虽然寡情，但没有完全冷心冷肺的。只要你们对我有1分的真心，我就会回以3分的真情。可惜你们没有，你们连半分的真心都不愿意给我。现在大哥还跟我翻旧账做什么？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哥哥们就不要再想着凤家的一切了，也不要以为打官司就能分走妈留下来的财产。妈的遗嘱里写得很清楚，大部分财产是留给我的，小部分给我那些侄儿女们，3个哥哥也不是没有。其实妈给你们留的那些足够你们舒舒服服过完下半生，还有大哥有这么多闲工夫坐在这里指责我，还不如好好工作，认真做事，否则你们连目前拥有的工作都会失去。凤晴不客气的道，如今我还在凤氏集团上班，海林很多事儿都还没有上手，还需要我指点。我在这里能说得上话，看在我的颜面上，海林暂时还不会对你们下狠手。一旦我离开，你们没有了靠山，再用这样的态度上班，早晚会被炒鱿鱼。郑一帆的脸色一阵红一阵黑的，大哥，妈不在了，没有妈给你们都抵了。你们也30、40岁，再过几年你都能当爷爷了，懂事点吧，不要胡乱折腾了。承认你们没有本事并不难，拿着妈分给你们的财产，再打理好你们自己的私产。你们已经过得比90%几的人都要好了，还想怎么样？是想折腾到一无所有，负债累累才肯死心吗？那个时候你们后悔晚了，世上是没有后悔要买的。郑一帆脸色铁青，冷冷的道，我们怎么做事不用你教我，凤晴，我是你大哥，我比你大了10几岁，少在我面前称老大。笑死了，你是我们的靠山，对我们最无情，最想将我们赶出凤氏集团的人就是你。凤晴笑，对，是我，最想你们离开凤氏集团的人的确是我。大哥，你好好想想，你和我2哥3哥有多大本事，在凤氏集团里你们干了多少实事。不要拿以前来说事，以前你们在公司里一换百应，身边还围绕了些管理层，他们能为你们分忧解愁，帮你们巩固在公司的地位。那是因为妈当家，你们是妈的儿子，是凤家的少爷，是凤氏集团的少东家。但如今妈不在了，你们不再是凤家的少爷，也不再是凤氏集团的少东家。围在你们身边的那些有点能力的马屁精们，要么离职，要么就倒向了我。当然，那些墙头草两边倒的人，我是不会重用的，留着给海林杀鸡儆猴挺适合的。凤晴最讨厌的就是墙头草。郑一帆数次想张嘴反驳妹妹，都没有机会说话。凤晴说话像机关枪似的，一连串扫射而来，他只能铁青着脸瞪着凤晴。如果眼神能够杀死人，凤晴早就被他碎尸万段。凤晴说完后，端起了自己的杯子，喝了2口咖啡，对大哥说道，大哥，你看我说的唇干舌燥了，为了你们，我是真的费尽口舌劝说你们的，一如你们劝说我不要将凤氏拱手让出去一样。说实话，就算我不将凤氏还回去给表姐他们，你觉得我能坐稳家主之位吗？家族里的人都不向着我们，不见得他们就会偏向表姐，但绝对不会偏着我们，
他们心里早就对妈不满，对我们不满的了。得不到大家的支持，又斗不过表姐他们奉氏的一切，早晚都会被表姐他们抢回去的。还不如我将一切都还给他们，本来也是属于他们的，那样我们还能有条活路，不用撕得鱼死网破那么难看。凤晴叹口气，可惜我的用心良苦，你们都不领情，更没有体会到我的苦心。算了，多说无益，因为这些事我反反复复地说，你们听的耳朵都起茧了吧？大哥来找我做什么？凤晴现在才问起郑一帆敲门进来的原因。郑一帆深呼吸几口气，努力地压抑着怒火，缓了几分钟后，他才将拿进来的方案递给凤晴。凤晴，你看看我做的方案。拿给海玲看的时候，他说不行，还把我们训了一顿，说我们没用，在公司里吃闲饭，还说我们还是无法胜任本职工作，就让我们滚蛋。郑一帆说到后面就小声说道，他凭什么叫我滚蛋？想炒我鱿鱼，怎么着也要赔偿我们一大笔钱，否则我们就算赖在公司里也不走。凤晴接过了大哥递来的文件，边翻开来看边说道，凭什么？凭海玲是凤家的当家人，凭她是凤氏集团的新任总裁，在公司里海玲说了算。凤氏家族没有其他股东，在公司里凤家家主说了算，不管多大的事，只要家主同意了，就能实施下去。想整走你们多的是办法，甚至不赔你们一分钱，让你们自动辞职走人。凤晴看完了大哥送来的方案后，合上了文件夹，将文件夹掷回到大哥的面前，说道，海玲骂你们骂得对，没有一点能力就不要坐在这个位置上白拿高工资了。大哥，你进入凤氏集团的时间不短了吧？10年以上总有吧？怎么办事能力越来越差？是没有用心还是故意为之？拿回去和你部门的人好好策划一下，重新做，做好了先拿来让我帮你过过目，可以了再送去给海玲签字盖章。凤晴深呼吸几口气，继续说道，都不知道妈是怎么教你们的，妈还说她对你们3个一视同仁的给了一样的教育，怎么就是我算是理解妈的心情了。母亲活着时提及3个儿子总是错开话题，不愿意多说，是3个哥哥让母亲太失望吧。只是亲生儿子有着母子关系，当妈的努力帮儿子们打造商界精英的形象。过去郑一帆手底下的人办事能力很好，大概都是当妈的给儿子安排了那些精英，做出来的成绩就套到郑一帆的身上，等于是别人做事，郑一帆领功劳了。他有那么差劲吗？他认为他做得很好了，以前妈还在的时候都不需要他亲自动手，只要将上面的要求大致说一声，手底下的精英们就能帮他做出来让上面都满意的方案，他只需要等着表扬，等着大家夸赞他能干就行。这种事情做得多了，郑一帆都以为自己真的很能干，知道凤若不是他亲妹妹，凤晴才是，但凤晴从小在乡下长大，表面又柔柔弱弱的，胆小怕事的很，进了公司也没有什么用，如同一团扶不上墙的烂泥。郑一帆就生出了野心，想过取代妹妹成为凤家的接班人，没少在母亲面前表达他想当接班人的意思，想成为凤氏家族第一个男性的接班人，还说他愿意从母姓改成凤姓，可惜母亲不同意。不管母亲有多疼爱他们，在母亲的心里，始终是凤氏的一切更重要。母亲也改了很多凤家的规章制度，但女儿接班这一点，母亲始终没有修改，坚持了由女儿接班。凤晴，我已经很认真的去做了，还不行吗？我觉得我做得很好呀。郑一帆不甘心，他是真的花了心思去做事，没想到还是被否定了。凤晴无情的道，那是你觉得，但你觉得没用，需要我觉得好，海玲觉得好才行。郑一帆又是一脸黑，好半晌，他拿起了文件夹，打开来看过，问凤晴怎么修改，怎么重做。你教我吧。我教你
大哥的工资给我吗？我的时间比大哥的时间宝贵多了。我等会儿还要去见客户，要谈一笔大生意，谈成了能为凤氏集团带来巨大的利润，哪有时间帮你收拾残局，帮你兜底？我又不是你妈。郑一帆，你去哪里谈生意？能带大哥出去见见世面吗？去丰泽大酒店，跟客户约好了下午4点半见面。谈完了生意，正好吃饭。凤琴告诉了他下午的行程，等着5个哥哥、3个亲哥哥、2个养哥哥联合起来对他动手呢。大哥还需要我带着去见世面吗？大哥见过的世面比我吃的饭还多，我哪敢在大哥面前充老大呀？大哥就不要讽刺我了。郑一帆被凤琴的话噎得说不出话来。别说母亲以前带着他们出去谈过生意，就是他们自己都谈过无数次生意，出席过无数次上流社会的活动，的确是见过很多大世面。凤琴又喝了2口咖啡，缓和了态度，温和地道：大哥，你回去再好好的想，慢慢的改，不懂的可以请教一下你部门的人，他们都是干实事的人，哪怕是墙头草，他们也是凭着实力进入凤氏集团，凭着实力爬到他们的职位上，并非走后门进来的。